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惠子。相信大家都很喜欢伊布家族，那么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关于伊布家族的冷知识。首先打一个预防针，伊布看上去很可爱，但是他们的性别比雌比雄等于1比7，也就是8只伊布中基本上只有1只是女孩子，其他都是可爱的男孩子。这对于蛋党来说是非常难受的，想要孵化出一只闪光并且雌性的女性化仙子伊布，那是非常困难的。伊布的设定是基因成分不稳定，容易受环境影响而进化成不同属性的宝可梦。初代中只有3种进化型，第2世代加入2种，在第4世代又加入了2种，最近一次则是第6世代加入的仙子伊布。至于之前很多人觉得剑盾会加入新的伊布进化型，但现在看是错的。早期伊布家族就和普通的野怪没什么两样，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的人气非常高，导致 GF 也重视起他，于是他成为了和皮卡丘平起平坐的一代 GF 亲儿子，在游戏 Let's Go 中和皮卡丘双分天下，成为封面宝可梦，并且在第8世代也加入了伊布的性别差异，雄性的伊布尾巴花纹呈锯齿形，雌性则是心形。因为伊布不是最终进化型，所以它没有每个形态，但是在第7世代它拥有专属 Z， 这个效果是提升自己全属性2级，适合作为接力起点辅助队友。第8世代加入了超级巨化伊布，不过自身实力问题，没有人会用来排位。伊布超高的人气值在动画中也有体现，有一种很奇妙的说法是，鉴定一部动画女主是看她有没有伊布。第1代小智唯一青梅竹马小茂有伊布，小瑶有伊布，莎莉娜有伊布，丽莎有伊布，水莲也有伊布，甚至在最新的情报中可以看到小川很可能说服到伊布，所以论证成立。下面是关于伊布进化型的冷知识。伊布使用水火雷之时会进化成水雷火伊布，而成都地区的三圣兽、水军、雷公和炎帝也都是水电火的属性，而且根据他们的设定，曾经是烧焦塔中身亡的宝可梦，被凤王给予了强大力量复活，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他们死去之前就是这3种伊布。很巧合的是，水军和水伊布都是水系大盾牌，雷伊布和雷公都是高速输出，而炎帝和火伊布2个都很平庸，所以看起来这个观点是非常具有可信度的。值得一提的是，特别篇漫画里的小智有一只能够自由进化和退化的伊布，这个设定虽然有新意，不过不符合宝可梦初衷，反倒像隔壁数码宝贝。当伊布亲密度达到足够高，在白天升级会进化成太阳伊布，在晚上升级会进化成月亮伊布，但是在火红、叶绿版本中没有时间系统，因此这2个版本中这2种进化型是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另外，除掉剑盾，想要得到夜伊布和冰伊布，必须让伊布在被青苔覆盖的岩石或者被冰覆盖的岩石附近升级才能进化，而不是使用所谓的夜之石或者冰之石。第4世代根本没有这个道具，冰之石是第7世代才加入的，也就是只要这2只宝可梦存在， GF 就要特意给他们俩设置不止一处特殊地点，可见伊布家族的地位之高，在这方面喷火龙都没有这种待遇。然而一些盗版和无良改版就会偷懒，让伊布吃个石头进化，结果让很多云玩家就误以为伊布只要用不同进化石就能进化，实际上是不对的。然而让人不思进取的是， GF 在第8世代为了偷懒，居然删掉了特殊岩石，直接让夜伊布和冰伊布只要使用指定进化石就能进化，这也真是绝了。正版向盗版看齐的做法，我也无力吐槽。再来说一下仙子伊布。当伊布的友好度较高，并且学会妖精系技能，这时候它升级就会进化成仙子伊布。仙子伊布是妖精属性的宝可梦，但别被它可爱的外表骗了，图鉴里是这么说的，它会摇晃触角让敌方大意，然后猛扑过去捕捉猎物，是一个非常凶残的捕食者。萌新可能会因为操作不慎导致进化失败，因为亲密度或者友好度过高，伊布也是有进化成太阳伊布的可能，因此必须学会妖精系招式的伊布才能进化成仙子伊布。这一点动画又来搞事，莎莉娜的伊布在进化之前并没有学会任何一个妖精系招式，但是她就是能进化成仙子伊布。好啦，以上就是有关伊布家族的冷知识啦，你还知道哪些呢？我是惠子，咱们下期见。